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其实很多人都搞错重点的保育议题——台湾穿山甲的生存战争。诶，讲到穿山甲，你脑中浮现的是什么？是不是盗猎、鳞片、中药这些关键字？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印象早就过时了呢？事实上，真正的战场早就换地方了。现在在我们身边杀害穿山甲的凶手，远比你我想的更隐蔽、更致命。你看哦，这个威胁的转变真的非常大。以前最大的敌人很明确，就是盗猎嘛，为了那些根本没什么药效的鳞片。但现在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真正威胁他们生存的是3个新的系统性的问题。第一是栖息的大规模破坏，第二是工业发展带来的污染，最后是一个你可能真的完全没想过的敌人——流浪动物的攻击。对，你没听错，整个战场的样貌已经彻底改变了。好，那今天的内容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来聊。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穿山甲这种生物本身到底有多脆弱，然后我们会深入分析人类带来的威胁是怎么一步步演变的，接着揭露那个让意想不到的掠食者到底是谁。再来，我们会走进第一线的救伤中心，看看救援工作是怎么做的。最后，我们来聊聊到底该怎么为他们的未来奋斗。OK，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部分。一个脆弱的生物，要搞懂他们现在到底有多惨，我们得先抛开一个旧观念，那就是以为最大的威胁仍然是盗猎。平心而论，野生动物保育法真的有用啦。过去那种大规模的组织性的盗猎，确实是少非常多了，这点我们必须肯定。但问题就来了，这个成功反而让我们有点掉以轻心。因为当旧的威胁慢慢退场之后，新的危机早就悄悄出现了，而且这些新危机更分散、更隐蔽，也更难处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部分，不断演变的人为危险。讲白了，这背后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我们人类在拼经济、拼发展的时候，穿山甲他们的家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我们摧毁。你以为大规模盗猎没了就没事了吗？错了，地下的非法交易根本没停过，只是他们现在都转到社群媒体上了，更难抓。而且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状况，就是有特定的外籍移工，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盗猎的小圈子。他们用一种叫山猪吊的金属陷阱，那东西真的很可怕，对所有中小型动物来说根本是无差别攻击。像最近就抓到一个案子，2只穿山甲一死一活才卖1万块钱台币。所以你看这个市场需求还是在的，只是变得更隐蔽、更地下化了。不过说真的，刚刚讲的这些零星盗猎，跟现在的威胁比起来，算是小咖了。真正毁灭性的是整个栖地的破坏。屏科大的孙敬明老师，他一句话就讲完了。他说，这种开发基本上是摧毁了整个栖息。对于一种在地上挖洞找蚂蚁吃的动物来说，这是毁灭性的。你听听，这讲的多重，毁灭性。对一个只是想在地上好好挖个洞吃蚂蚁的动物来说，家整个被铲平，这就是末日了，对吧？那所谓的开发到底包含了什么？你想想看哦。首先，盖大型太阳能光电厂，像码头山那样，整片山就直接推平了。再来，开路，一条路开过去，就把他们家切成2半，活动范围直接被切碎。然后还有更糟的，就是乱倒废弃物，那些工厂啊、建案的垃圾，直接往山里倒。这不只是占地方而已，它会污染土壤、污染水，最后连他们吃的蚂蚁都有毒了。这根本就是断了他们的粮。好，重点来了，我们来看第3部分，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掠食者。这个危机现在在台湾的山区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跟盗猎者、跟开发商奋斗了这么多年，你猜猜看，现在杀死最多穿山甲的凶手是谁？答案是流浪狗，成群结队的流浪狗。对，你真的没听错，就是我们在路边、在山上常常看到的那些浪犬。
这个答案我跟你说，真的颠覆了过去30年来所有人对穿山甲保育的认知。而且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哦，是有数据的。你看哦，在2017年以前，大部分送来救伤的穿山甲都是被捕兽夹那种陷阱弄伤的。但是关键就在2017年，整个情况突然大逆转，送来的案例暴增，而且原因几乎都变成了被狗咬伤。所以2017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而且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被攻击的很多都是还不到1岁的小穿山甲。你想想看，它们那么小，根本没什么抵抗力，常常是直接被咬死，有的甚至被当成食物吃掉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流浪狗的攻击不只是杀掉单一个体体而已，它们是在扼杀穿山甲的下一代，这对整个族群的未来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好，讲了这么多危机，那我们有在做事吗？我们的救援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现在就进入第4部分，带大家看看救伤中心内部是怎么去拯救一个个小生命的。当一只受伤的穿山甲被送进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像在走钢索，非常严谨。第一步一定是紧急处理，先稳定它的状况，然后可能就要动外科手术，还有后续很漫长的伤口照顾。再来就是最头痛的喂食问题，接着还要帮他做复健，让他慢慢恢复体力。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评估他到底能不能回到野外。整个过程真的急不得，因为穿山甲这种生物真的太敏感了。我们来看实际的数据，这就很清楚了。就拿南投特生中心急救站的例子来看，在差不多100个案例里面，大概有4成就是被狗攻击的，另外3成是被陷阱弄伤。你看，犬只攻击已经是第1名了，但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哦，有21%叫做误检。什么是误检？就是那只穿山甲根本没事，它好好的，只是刚好逛大街跑到马路上，结果被热心的民众看到，以为它受伤了，就赶快送过来。这其实是好事了，代表大家保育观念变好了。但这也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教育要更精准，对吧？要教大家怎么判断什么时候才真的需要出手。在收容所里面照顾穿山甲，那个挑战真的不是一般的大。第一，他们超级敏感，压力一大可能就不吃饭，然后就走了。所以光是让他们肯吃饭就是个大工程。研究人员要特别调配一种特餐，里面有昆虫、水果、吉丁质，还有红土，就是为了模仿他们在野外吃的东西。但就算你做到这样，还是会碰到很挑食的客人，死都不吃，那怎么办？没办法，救伤人员只好真的跑去野外找活的蚂蚁窝回来，拜托他们吃，这样才能活命。还有一个画面我觉得特别可爱，也特别辛苦。在急救站，每天下午你会看到一群兽医跟保育员带着穿山甲在外面散步。这当然不是在玩啦，这是在帮他们做复健，也是在野放前的最后一关，看看他们的状况到底恢复得怎么样。你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知道这份工作要花多少耐心，多少心血了。好，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为未来而战。如果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救援工作都还只是战术层面的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拉高层级来谈谈战略。因为救伤这件事，它的意义绝对不只是救回一只动物这么简单。当然，所有救援工作最直接的目标很单纯，就是希望每一只康复的穿山甲都可以顺利地回到他们原来住的地方。但它的真正价值其实远比这个更深。你想想看，每一次救援都是一个超级宝贵的科学研究机会。研究人员可以采集他们的血液、唾液，建立一个大数据资料库。这些资料就有点像我们在帮整个环境做健康检查。它不只可以告诉我们生态系现在健不健康，甚至还能帮我们预防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人畜共通病。所以这些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数据，才是我们未来要制定更宏观的保育策略时最重要的科学基础。
有一位救伤中心的兽医，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把这份工作的精髓都讲完了。他说，我们希望永远不要再见到他们，那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结果。你听听，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但你仔细想，这背后是多深的爱跟祝福啊！因为最好的救援，就是未来再也不需要救援。所以这就带给我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反思。救援说到底都只是最后的手段，它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我们真正该努力的目标，应该是要去打造一个让穿山甲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需要被我们拯救的世界。这才是我们所有人要面对的真正的挑战。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穿山甲的核心威胁已从盗猎转变为栖地破坏与流浪犬攻击。第二，救伤工作不只是救援，更是建立科学数据、巩固保育防线的关键。第三，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末端救援走向源头管理，思考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之道。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